刚刚结束窜台行程的共和党籍美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回国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给 SpaceX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写了一封信，抱怨其公司的星盾系统在台湾地区信号不佳，疑似停止了服务。加拉格尔警告，此举或违反 SpaceX 公司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合同义务，要马斯克给个说法。星盾在台湾地区无法使用，为何引发美政客的焦虑？当中又暴露了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来看报道。加拉格尔当地时间24号致信马斯克称，多个消息源告诉他所领导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星盾部门提供的卫星宽带服务，在中国台湾及其周边地区都处于不活跃状态。这封由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获得、福布斯杂志首次披露的信中声称，如果不向在台湾地区的美国军队提供星盾 ，SpaceX 可能会违反其五角大楼的合同。该合同要求星盾技术客全球访问。加拉格尔要求马斯克在今年3月8号之前提供有关中国台湾及其周边地区星盾服务可用性的更多信息。2022年12月 ，SpaceX 正式在其官网主页发布了专门为政府、国防和情报部门服务的星盾卫星项目。星盾将利用星链卫星的技术和发射能力，为政府客户提供太空和地面服务。而星链是美 SpaceX 公司开发出来的一个卫星网络。自2019年5月首批星链卫星发射入轨以来，截至今年1月，其在轨数量已经超过5000颗，可以对地球表面任何可以看见天空的地方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据马斯克去年2月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星链仅用于和平用途，其使用条款规定，星链的互联网连接服务不能用于军事活动。而星盾被认为是军事化的星链，除了服务对象不同，星盾还提供更高的数据安全性和保密性服务。实际上，虽然是民用网络，星链的抗干扰能力一点都不亚于传统军用数据链，这一点也被乌克兰用于俄乌冲突中。与传统数据链相比，星链的带宽提高了成百上千倍，其可以实现极低时延的高清图传。外界认为，这也是乌克兰方面屡屡使用无人艇偷袭俄黑海舰队，并数次击沉击伤俄军军舰的关键所在。乌克兰将星链用于进攻性武器，引起了太空探索公司的反对。其高层包括马斯克本人都多次提出，这些做法违背了星链的用户协议。有多家媒体指出，太空探索公司曾经短时间停止过俄乌战场上部分区域的星链服务。去年6月，美国国防部与 SpaceX 公司达成协议，为乌克兰的星链服务买单。同年9月，美国国防部再次授予星盾一个为期1年、价值7000万美元的合同。时事评论员白梦辰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加拉格尔此次致信 SpaceX 公司 CEO 马斯克，完全是一个政治化的操作，某种程度上是要将马斯克拖下水。马斯克此前曾多次表示，中国必将完成统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质疑美国政府的台海政策。那么对于这些美国的政客来讲呢，他们并不关心整个台海的情况，他们也不关心中美关系，他们更不关心美国的这些企业在华的业务对这些企业本身的影响。那么对他们来说呢，就是把很多的议题变成一个所谓的政治化的操作，那么借助于炒作中国威胁论，借助于跟中国去制造这种人为的紧张局势，那么会对他们认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带来好的影响。而加拉格尔这封信所透露的另一个危险信息，就是等于变相承认了有美军在台的事实，尽管过去美方都是秘密进行此类行动或项目，从未正式官宣。这毫无疑问违反了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对外释放了错误信号。台湾联合报在本月5号的报道中就指出，美国2023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实施后，今年起美军顾问常驻金门、澎湖台陆军2栖营，并不定期驻训台军各特战营。此外，美军自去年起开始协助台特战部队学习使用黑色大黄蜂微型无人机，以及协助撰写准则与教案。就在本周加拉格尔窜访台湾大谈军事合作之际，拜登政府于当地时间21号批准了其任内第13次军售，价值7500万美元，主要是战术数据链系统的升级计划。据报道，五角大楼预计将派400名美国政府和军事承包商人员前往台湾，以协助台军完成升级。这也不禁让外界质疑加拉格尔此时炒作星盾在台湾地区信号不佳的目的，因为他信中就危言耸动地表示，确保台湾及其周边地区的美国军事人员拥有强大的通信网络，对于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利益至关重要。对于美方来讲，它实际上在整个印太方向上包括在台海，实际上
不断的在试图部署一些涉及到卫星的一些新的设备。那么这些设备呢，很多我们说其实对于美国方面利用台岛上面的很多传感器作为美国的一种我们说这个前进侦察的相关的设备呢，其实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事实上，美国政客早就盯上了星链作为军事介入台湾问题的工具。去年4月，美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窜台期间，曾与蔡英文大谈台湾引入星链的可能性，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一个危险动向。当时就有评论指出，美国此举有2方面的考虑：第一，通过把星链提供给台军，加强跟台军之间战场方面的情报沟通、信息整合，加强跟台湾当局的互动，加大美国在台海地区的干涉和介入力度；第二，从战场层面来看，星链系统可以让美国完全控制台湾的军事打击体系。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认为，美国政客想要在台湾推销卫星的军事用途，把台湾地区纳入其军用的卫星网络，这样有利于美国搞军事介入，对美国当然也是一笔可观的军售收入。拜登政府本周批准的价值7500万美元的对台军售项目，主要是对台军一线部队现在使用的 Link 16数据链的性能提升进行研究，做出规划，并完成部分升级作业。军用数据链是在现代化信息战争需求下诞生的，用于在指挥控制系统、传感器以及武器装备平台之间进行标准化数据传输以及处理的信息系统。换言之，是现代军队指挥作战的基础。Link 系列是美军数据链的通用代号。台军目前使用的 Link 16为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服役的产品。2001年和2003年，台军以博胜案的名目购入。另据台军方内部人士透露，美军出售给他们的版本并不完整，且系统版本很低，更无法兼容蔡英文大力推动的武器制造项目的装备。此次美方对台军售将 Link 16直接升级，跨越至 Link 22，这是美军目前与北约成员国现役系统可实现实时情报和指挥信息共享。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2月，美方上一次对台军售意向也是类似的直管通勤设备与服务。综合来看，美国这2次的动作意图明显，就是希望给台湾打造升级其 C4 系统及信息化指挥系统，涉及指挥、通讯、侦测等。通过该系统，分散的作战单元之间可以实时传输、共享情报数据、战场信息等。白孟辰认为，过去美国对台军售以具体武器装备为主，其主要目的是为军工复合体攫取巨额利益。而随着美方加大对台输出指挥控制方面的装备，则是着眼于利用台湾岛的地理位置优势，进一步发挥其在以台制华中的作用。而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要认识到，那么在这个区域的岛内的很多的节点，那么现在已经事实上成为美国方面收集情报的可能的一些手段和途径。所以呢，我们在应对的时候，也应该要认真的重视在围绕着台海区域，可能未来这个在信息、在致电磁权，那么包括我们说在这个网络空间，那么这些方面的这种博弈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复杂。针对民进党当局勾结外部势力企图以武谋独的挑衅，22号至23号在北京召开的2024年对台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就表示，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遏制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广泛团结台湾同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